知道为什么我们把说大话叫吹牛，而不是吹马吹羊吗？你有没有天天把吹牛挂在嘴边，却从来没琢磨过，说大话就说大话，为啥偏偏盯上了牛、马、羊、猪，哪个不能吹？难道古人说大话之前，真的要先去吹一下牛？这背后藏着的老祖宗生存智慧，88.888%的人都不知道。咱先不说远的，就说现在的你，酒桌上听人说自己年入100万，人脉通天，你心里默默翻个白眼，又在吹牛。刷到有人说自己单手开法拉利，徒手劈榴莲，你评论区甩一句别吹了，甚至跟朋友唠嗑都能随口来一句你可别吹牛了。这2个字咱们一天能说无数遍，可你真的想过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吗？这事得从古代黄河上游老百姓的生存难题说起。咱们都知道，黄河水急浪大，暗礁密布，尤其是青海、甘肃、宁夏、陕西这些上游地段，普通木船很容易触礁翻船，根本没法平稳通航。可老百姓要过河，要运货怎么办？老祖宗就发明了一个渡河神器皮筏子，古人也叫它浑脱。这个皮筏子原理说起来简单，却藏着满满的智慧。把动物的皮完整剥下来，晒干脱毛，抹油密封，只留一个小口，吹满气之后扎紧，再把10几个甚至几十个气鼓鼓的皮囊拼在一起，上面架上木板，就成了稳当又抗造的水上交通工具。哪怕撞上礁石，也顶多破1、2个皮囊，根本不会翻船。而做皮筏子最常用的就是羊皮和牛皮，恰恰就是这2种皮的区别，催生了吹牛这个词。羊皮体积小，皮薄，哪怕是普通的成年男性，稍微用点劲就能把羊皮囊吹得鼓鼓的，这是个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事。所以从来没人说吹羊皮是说大话，毕竟人家真能给你当场吹一个。但牛皮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成年黄牛、水牛的皮有多厚不用我说，整张剥下来的牛皮囊体积是羊皮囊的好几倍，皮又厚又硬，想要把它吹满气，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。别说一个人，就算2、3个壮汉卯足了劲一起吹，都未必能把一个牛皮囊吹鼓。所以在黄河边上就慢慢有了这么一句潜台词，要是有人跟你拍胸脯说他一个人能吹起来一个牛皮囊，那他铁定是在说大话，满嘴跑火车。久而久之，吹牛皮就成了说大话的专属代名词，慢慢简化成了咱们现在天天说的吹牛。这事可不是民间野史瞎编的，清代的清稗类钞里就清清楚楚记载了黄河边的皮筏子风俗。甘肃黄河有皮筏，以牛羊皮为之，大者约浑脱，数十枚连枝，可载货物。而吹牛皮这个俗语最早就是从黄河上游的陕甘宁地区传开的，清末民初的时候已经传遍全国，成了全民通用的口头禅。说到这，肯定有人要问了，那为啥偏偏是吹牛，不是吹马、吹猪、吹别的动物？咱们一个个给大家说透。首先说为啥不叫吹羊，刚才咱们说了，羊皮囊普通人就能轻松吹起来，这是实打实能做到的事。你说别人吹羊皮，人家当场就能给你演示，根本没法用来形容说大话。然后是为啥不叫吹马？马皮看着和牛皮差不多，但有个致命缺陷，马皮的毛孔特别粗，根本封不住气，哪怕你费9牛2虎之力吹起来，它也会慢慢漏气，连做皮筏子的资格都没有。老百姓日常根本不会去吹马皮，自然也不会有这个说法。至于吹猪、吹驴就更不可能了，猪皮油脂厚，韧性差，根本没法完整剥下来做密封的皮囊，驴皮更是被拿来做阿胶了，谁会闲着没事去吹它？当然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趣味说法，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。对游牧民族来说，牛是财富的象征，谁家的牛多，谁家就家底厚。所以有的人跟人炫耀的时候，总爱吹自己家有多少多少头牛，慢慢的大家就把这种炫富说大话的行为叫吹牛。但咱们必须搞清楚，这个说法是锦上添花的民俗解读，真正让吹牛2个字传遍全国，刻进咱们日常的根，还是黄河边的皮筏子。毕竟咱们现在说的吹牛最早的写法就是吹牛皮，核心
就是那个普通人根本吹不动的牛皮囊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后来这个词还延伸出了超多咱们天天用的说法，夸人厉害叫牛逼，吐槽人瞎扯叫吹牛皮不打草稿，甚至连吹这个字都单独有了说大话的意思。好了，今天的冷知识就到这里。